嘿，你们好，我是 Alvin。今天这一集是没有在计划特别出来的一个占卜的临时的情况。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准备了很多占卜的内容，然后也都已经准备要释放给你们了。但今天晚上很特别，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已经在进入了我需要休息的时间，而且晚上11点到1点这个时间通常是不解牌、不算牌、不翻牌的。但我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灵感，很需要现在来算一个牌。而这个题目就是你可以看到开头上那个标题上有写，就是现在的你适合恋爱吗？现在的你适合恋爱吗？哇！我突然觉得这个题目好重要哦。我刚在街上散步的时候，非常觉得这个题目必须今天就要把它解决掉。对，我相信这个时间点，这个直觉感是非常重要的。当这个直觉来的时候，很需要就这样算。那我随机抽了3张牌，你看哪一张牌比较适合你？我们等一下就来算，好吗？那怕有点会忘记哈。好，宝剑皇后帮忙记，宝剑皇后钱币这是什么？钱币7，钱币7，钱币皇后。OK， 好，那我们就来准备开始哈。首先是钱币皇后的部分，好，选择1钱币皇后部分的朋友，然后把牌放回去，来哈，我们来洗一下。今天呢，我用我这一副牌是我很常来算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对这一副牌的感情特别深。不能说他算的最准，而是说他常常会有一些给我一些意外的。有时候我有些也解不出来的答案，但我很喜欢这张牌。然后我们今天用的是倒吊人牌来算哈，来看看你的心理素质现在适不适合恋爱。我希望你不要被这个影响太大，因为我们解牌主要还是要探索一下现在你的情况，探索一下现在这个灵性的这一部分、灵魂的这一部分，好吗？不要太执迷于一个牌面要给你的答案是什么，就照着做，这样不好。你要经过牌面的解析、探索之后，好好分析一下你现在的现况，来看看自己现在还适不适合谈恋爱这个阶段。来，抽到1的朋友，我们来开始吧，就不多说了。好的。以我目前看到的牌就是因为目前看到的牌，你确实抽到这个的朋友，你确实是从某一个像是已经死过的情况再活过来了，你现在活过来了，但是你有一些东西还被旧的东西捆绑住，你身体、你心理各方面有一部分还在那一个旧的东西上面，所以你来问这一题说你现在心理素质能不能谈恋爱的话，情况是你想要可以，但是你有些身体的部分还被缠绕在过去的那一个东西被捆绑住了。那什么东西捆绑住你？应该还是一些你的心软跟你的一些柔情吧，你有一些舍不得。有一些对过去的东西没放下，但这个是因为你的人温柔啦，你的人温柔，不像很多人在离开一段关系或是一段伤痛的时候会狠心的斩断这些东西，而捆绑你的是那一份你心里的温柔，然后你外表表现出来的是。你知道是非对错是什么？你知道你该怎么做是对的，但你心里的
但你心里的那个部分呢？你心里的那个部分还没有成型，对。你理智上是知道了，这样子哈，这样比较好容易明白。你心理上、你理智上是知道了，你应该要这样子做，但你潜意识里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去接受你的理智啦。你还在某些情况上挣扎，你在挣扎着，你在挣扎，你要不要放弃原本那个美好的回忆情况？我想上一段事情的美好的部分真的是太美好了，是一种很契合的情况，有点 twins 啊，双胞胎这样，很热烈，很有温暖，然后非常符合你本来的性格，你也是个很温柔的人，也许那个情况都是真的蛮符合你的期待，但是那一段经验结束之后，你也知道你必须快一点从理智上爬上来，而且你对整个事情的判断也是非常明智的，即使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会给他们非常好的建议跟很理智的就很理智的条件了。但这些东西在用回你身上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心里有一段非常心软的部分你要面对，而且这个要面对的心没有你想象中的成熟，没有你想象中的顽固，没有你想象中的坚强，没有你想象中的硬。你以为你可以像正义牌这样子做得稳稳的去判断这些，你判断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也许达得到，但这一次你反而第一次面对了自己心里那一个温柔的一面。你认为你心里那个温柔的那一面呢，是你的优势，也是你的优点，对人。用这方面你可以，你没有那么不相信这件事情会造成很多困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反而是让你整个心理素质脆弱的部分，原本的优点变成你要克服的点。这份温柔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结果现在反而是拖累你的东西。这一件事情在你身上还蛮困扰的，也不是蛮困扰啦，就是说原来这是你的新的课题，你要去面对。然而牌面上是告诉我说你需要牺牲掉这一个，对。目前如果你要恢复到比较好的恋爱的体质、恋爱的心理素质的话，你要先把这一件事情先摆在比较旁边，先放下，先让你自己恢复过来，恢复到正常，把你会对别人的谏言呢拿回来自己身上，严厉的使用一下，先，然后你再慢慢的回来去思考，你原本这一个温柔的一面，我下次要用在什么地方，我要怎么对别人，怎么修正到更完善，而不是一昧的只是用这个方式去对待别人，然后期待会有相同的收获。因为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你算进入了一个比较有耐心的阶段了。即使你现在是孤立的一个人在单打独斗，面对这一件事情也都没关系。等等。因为这一段时间是你成长的好机会，这个课题来得很好，它会让你学会了很多你平常没有面对的事情。你学会了
温柔并不是一个全方位的优势，你也学会了，和自己内心，奋斗的这个孤独感也没有那么寂寞，也没有那么让你难受。这个课题让你学会了，可能让你也学会了，你对别人提出建议的时候的残忍和不心软。其实，在你之前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少做了这一件事情。因为在这时，你面对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需要有人能够体谅你这份心软，也希望别人对你有这份心软啦，有这份体谅，这份柔情。但这是你心理上期望别人这样对你，或是别人能理解你。但可是你自己要让心理素质恢复到可以恋爱的状况来讲的话，目前你可能要牺牲掉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位置是在讨论说你该牺牲的东西。他希望你牺牲一下这个优势，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先调整好一个恋爱的素质，这样才有更好的理智去理解如何改善自己。所以现在来讲，你的心理素质上，你还有一些课题需要面对，而这个课题这份对自己的体谅可能会拖累你。再想想这个牌面上告诉我的哈。不过我很高兴你有体会到，你从一个很低的低谷爬回来的这个经历，让你更看到自己的优缺点其实是并存的。那个看似优点的，其实也是个缺点，这件事情是并存的，而它制衡了你的个性。以前的你可能会比较认为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温柔就是对人好的那一个，对人好、对人温柔这一件事情就是对的，但你忽视了使用这件事情的时机点，跟你忘了分析这件事情，其实它也多面性的，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用这种温柔、这种柔情能解决的，因为出现两个宝剑嘛。而且是出现在你的内外意识中，潜意识里有点告诉我说，你对于分析事情跟做事情的时候，常常处于一个不是很成熟的状况，就是理智面却似乎是薄弱的，但你外面的明意识的部分却是表现好像你很清楚，可是你潜意识其实是没有那么分析的，没有那么的成熟跟透彻。然后被某种美好的东西先包装起来盖过，有一种，反正我只要对大家够好，对这个人够好，他就应该能够理解我。不过有的时候互相理解还是需要一些比较理性的对谈之后，才能够深刻的理解对方，而不是一昧的付出你以为的好就能够达到两个人关系的平衡。而你现在的心理素质、现在的心理状态、恋爱状态适不适合？我想也不能说适不适合啦，而是你该调整的是这一块啦，就是有的时候当人在恋爱中一份关系中找不到方法的时候，会觉得我只要拿出正面的那一面，无止境的付出，我认为的好的那一面，我只要不犯错，我只要低声下气，我只要不反抗、不对抗、不攻击，就会让整个事情往好的那个方向发展。其实没有哦，没有。一份关系里面还是需要有理解对方的这一个念头介入，互相理解的这一个念头介入之后，需要鼓起勇气去谈论，需要去对谈。
才能够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好哦。现在这个阶段，可能你要开始学会去对谈，去多一点理解对方的需要，然后调整你的付出，调整你的温情，调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来说，如果你本来是个暖男但是有的时候暖男一昧的付出他的温暖，其实对方没有那么需要这个，他已经拿到足够的温暖的时候，他需要的是被理解、被现实，因为风水土火。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分配？为什么要达到平衡？因为表示有些人对土所谓的物质、所谓的稳定、情绪的稳定、金钱的稳定、生活的稳定，他比较重视。那为什么有风？因为有些人需要被理解，有些人需要在非常混乱的思维里被人整理，或是他一直在整理。而他希望为什么要有水？因为他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他这么需要被理解的这个情绪，而不是只是情感上的一种同理。同理跟理解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同理比较像是一个情感上面的互相对等，互相达到一个一致，但是理解比较像是说你算是另外一个角度里面，可能原本是站在不同的位置而去理解了对方。理解同理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有点像风跟用水去理解一个人，可能是比较同理的，然后你又去用风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人，这是比较理解的，好吗？比较理智上的理解，分析过后的理解。原本的你可能比较算是常用同理的方式去关怀一个人、理解一个人这样子，但其中可能你犯了错。毕竟一个人发生的事情，你用理解的方式跟同理的方式，还是有点差距的啦。但我们没办法完全去同理一个人的处境，所以我们要表达的是说，我尽可能的去同理你，我尽可能的去设身处地理解你，而不是只是一昧的问，一昧的安慰，一昧的给予温暖这样。其实有时候这样会反而让人觉得你是不知所措的，知道吧？这个牌，我从这个牌去理解你的，然后我发现有这些东西，我可以去告诉你你可以思考看看。然后不过我看到了你的成长啦，你学会了一个人去处理，而且你学会了内外处理自己。那我喜欢看到死神牌出现哈，因为死神牌出现比较像是你从某个关卡过来了，对，爬起来了，而不是困在那个困局里。好，我再翻看看，我再翻2张牌看看有没有什么缺漏的，好吗？翻2张牌，其实这个牌其实已经讲得完整了，当然我还是能够再去补齐一些更多。好，1张，我没有设定我翻这张牌的目的是什么，反正先翻开，我再看看它能给我什么想法。好，来啊，让你们看清楚，今天就不压牌了。钱币10跟权杖8都是我喜欢的好牌。我想这2张牌可能在告诉我说，你快完成了你这个功课啦，很快就要完成了这个功课，而且是比较务实的。你已经想清楚了，情绪感性的东西比较少了，你可能也寻求了一些人的帮忙。或是你也安静过了一阵子，
然后你也从之前的混乱也慢慢的稳定起来，你身边能够支援你的人事物各方面也都比较完善了，而你这个功课可能也就真的快结束了，你也知道快结束了，所以你来问这一题的时间点也不错，比较像是为什么会来问这个，因为你开始反省了，或是你已经反省完了，你想知道结果好不好了。我今天讲话比较慢，我怕你们听不够清楚，因为这一题蛮重要的。不过放心，牌面是有告诉我，你好像这个功课快做完了。至于你会不会遇到下一个人，还是遇到那个人的时候，能不能有很好的相处，或是你的人的素质已经够恢复了吗？你要到那个时候发挥才会比较明白。不过现在我们只先面对自己就好了哈，我们先不把另外一个人加入进来。看起来是有趋于好的方向在进行啦。倒吊人牌，它的双面性就是它会讨论一个人的双面性。所谓的双面性也不是黑白双面性，它就是词汇的双向性，上下左右啊、前后啊、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子。要看我翻到牌之后，我的灵感、直觉告诉我什么。这2张新的牌还算不错，所以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牌，积极的牌。那我对于潜意识这一张，很多时候在讲说，你原本的信念是什么，然后这个信念所造成的缺憾会让你突破了什么。sorry， 这张哈，这个是那个第5，这个你潜意识这个，我想这个潜意识是需要你突破一些，它有一些信念，就是你希望有一点赤子之心啦，你希望有一点赤子之心，但这个赤子之心在某方面来说还算是不够成熟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是要去解决一些比较实际面的，要有一点成熟判断的来想说你的潜意识想要保持一个赤子之心这类型的东西的话，简单来说，这个宝剑侍者，它就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方向性的风。对，但我这一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一张看到一点点火焰，有看到一点点那个宝剑骑士的风，宝剑骑士的火烧火苗啦，它一直在我脑袋浮现一点点这个画面，所以我有感受到你心里有一点点想要保持一点点赤子之心的感觉，但是牌面上却给我这个宝剑侍者是告诉我说，其实你的心思潜意识还是比较絮乱的，那个风比较混乱的。你知道这种风的形容比较像是，就像我们用电风扇，可能你可以告诉它一个律动嘛。那这个比较絮乱的，有点像是说，可能在空间里有2-3个电风扇在吹，有天花板的风，地面上的也有风，有一些什么不知道，就那个风你有一点不知所措，你感觉得到那一个风在吹，可是你不是很明白它的规律或是它的来这样子。这是你潜意识里面存在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不成形，或是不成熟，我不确定是哪一个，有点不成形的一个规律。对，所以才会在外表现意识上、名意识上出现了这个正义牌，它比较像是说。你希望或是你设定好你自己在这里，你要是什么样子的样子啦，什么样子的表现，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别人要怎么看你。你希望你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分析事情很明白的人，可是你心里不是这么觉得，不是，但也是因为这样子，知道吧？就是很。潜意识跟迷思本来就是做反的事情，我们不会这么，我们几乎触不到我们的潜意识，而我们会在我们外在的表现里面去反射，原来我们潜意识的缺陷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你原本潜意识内在是一个非常絮乱的风的时候，那你外在的表现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去否定这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得更完善，才会达到一个平衡的安定，还有那一个安全感。对，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子，所以你也要认知一下你自己心思，你可能自己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声音，不听音乐，安安静静下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你的心思是这么虚乱的。现在这种情况有一个方法很容易找到，你很容易面对这件事，就是去冥想。冥想不是去安静的想，冥想是在那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才是最难追求的。所以当我们要追求冥想里的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心思是多虚乱的，是多不稳定的。你的欲望欲求太多了，脑子里的小声音也太多了。你可以试看看这个盘有这个暗示性，你可以试看看。再来，我一直很想看这个确实啦，到了这一个牌，这个牌就是说，吊人牌的第5个位置就是吊人的手躲在背后的手。他这张牌比较多的暗示是说，在这个功课里，你需要牺牲什么？就是这整个功课的核心啦，你需要牺牲什么？如果是这个是一个美妙的牌，就是2个人契合面对，心有灵犀，他却需要你牺牲这个的话，我真的确实只是看到了。看到的是那些你美好的回忆。有的时候2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过往的事情放不下，是不是放不下这个人，也不是评价了这个人之后难以接受，或是这个人做错了事情难以接受，伤害了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的是那些美好的过往，为什么当时这么珍惜，而现在却不在手上，好吗？但这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需要花你们相处的一半时间才能够放下，或放在旁边变淡，或是这一个回忆才会变得，你才会自然而然的从手机里面或什么拿出照片来看的时候会心一笑，这要花时间。所以你需要牺牲的是，或是去接受的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就是美好的回忆。那些美好的情分过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珍惜过的，然后现在的价值是我们能记得多少，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能记得多少就记得多少，因为你会越来越能够释怀，越来越能够会心一笑这些回忆的存在。这是现在的功课啊，不过这个功课也跟刚刚前面说的你的温柔也有很大的直接连结。你的温柔能够体会当时的快乐跟幸福，但你的温柔也会把你的感受提升到一个遗憾，把那个遗憾的浓度提高。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就对某些事情生气，过往别人的过错就生气，做一个判断，就说我不要了，你是这样子的话，这一关其实比较快就过了。偏偏你的优势现在拖慢你了，刚前面讲过很多次了，没问题。因为你快完成了哈，算是很不错啦。OK， 我再帮你抽一张牌，看看塔罗还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再抽一张好了，看多一点也无妨啦。我没有问题的念头，我拼。好，我们才刚提到他，放下。刚刚我们在讲他的时候，是不是提到过他宝剑？其实，你看吧，这种解牌我不喜欢说准不准啦，准不准真的太难理解，太难说了。因为也许来看这一组的人有200个，你说准不准？这真的不是我想追求的。我要追求的是这个解牌过程，谁适合在解牌过程来探索自己，你知道吗？我看了30分钟，有这么多的话，
有哪几句帮助你探索自己，这才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所有的东西的准确性的百分比，都不是这个，这不是我觉得塔罗给我的启发，不是这个东西，而真正的启发是现在这个东西。当我们在宝剑侍者这里看到了，我是不是跟你说我看到了宝剑骑士？我看到了其中的那个赤子之心。我是不是刚刚说了，我在脑子一直出现宝剑骑士的画面，甚至也不是这一张甚至宝剑骑士的各种画面，我就觉得你心里的那个赤子之心，这一点点，你没办法放掉，再让它还在那边持续的烧。结果我才刚说，是不是少了什么，它就来了？是不是？如果没有抽这张，我们没办法确定你心里的那个赤子之心还在不在，还重不重要啊？不过现在它出来了，是在的，很重要啊。我甚至觉得这个赤子之心，这个小小的火苗，是让你这个人的温柔一直持续保有温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是吧？哎，难怪这个是你的课题，因为这么珍贵的东西，现在却让你需要学会去把它先放在旁边，先淡化掉。我们先要拯救自己。我们需要多靠一些正义牌、理智牌、宝剑所带来的自我判断、理智的分析判断，来去先让自己走到死神牌，所谓先死过一次之后，回过神来活过来的这个阶段。而其他牌也在告诉我们，你这个功课快完成了，是吧？也许你一个人在这边奋斗这些。但你其中真的确实还是学会了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在孤独里，或是一个人面对大家里的谦虚跟卑微，是多么珍贵的，是吗？也让你学会以后，我们在用过度理智的东西来劝诫别人站起来的时候，其实少了一份心软，是吧？好，我觉得这里差不多。希望能够，希望能够帮助你，能够挖掘自己内在，探索自己内在更多的缺憾或者更多的盲点角落。我没有挖到这一题，能够帮你挖到一些东西，成为你恢复恋爱品质的那些能量吧。所以你还有没有恋爱的能力呢？有啊，有，永远都有，只是还差多少，还缺了什么？这题有没有帮你找到？你再想想，好吗？至少这副牌对我来讲还蛮有效果的，也蛮正面的，所以就祝福你咯。好，那这是选到第一个的朋友。谢谢。好，再来是选到第二的朋友哈，来，我们先来抽5张牌，用吊人牌来看你现在的心理素质状况如何哈。来，选到第2的朋友哈，我们先来看第1张。不用一直翻开来，我来看一下整个所有的事情的关联性。好，你现在的你还有没有恋爱的这个怎么讲？这个 quality 啦，能力哈，有啦，因为最后出现太阳牌的话，比较像是说你恢复的很好啦，你从你以为的比较差的情况恢复的蛮好的，至少是恢复起来了。对这个，好，那我来看看你现在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哈。权杖国王哈，这个比较像是说。
对于你来讲，你相信的东西是一种慢慢提炼出来的、慢慢建立起来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从另外一个恋爱的结束，或是上一个恋爱的情况，因为我们会来问这一题的话，应该是就是你可能觉得你没有了那一个恋爱的，还有没有恋爱的那一个怎么讲？题目是什么？恋爱的能力吗？表示你觉得你失去了那个能力了。不过前两个题目，前两个牌这两张牌应该讲说，就是你本质上你相信的东西是什么，还有你现在呢面对的是什么，你的智慧在哪里？你的挑战在哪里？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你本身的那个热情或能量非常非常大，所以你不是很甘心之前的经验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子爱人的能力，因为你可能觉得你之前的付出各方面你都很忠于自己，你也很忠心很热情，没有冷淡对方，你也用尽全力去付出，你也主动了很多，领导了整个局，反正你付出了蛮多的，而且你也没有随随便便付出，你是怎么讲？你是个可靠的人，但为什么不被需要了呢？所以你开始对于自己的原本有的 quality 或是原本有的恋爱角色开始有了一点点的问号跑出来，而那个问号开始让你整个人凉下来了，因为你对于原本自己的感情上付出的价值观跟行动的价值观，你突然有一点受打击，你才发现原来自己太热了吗？或是你还是没有觉得自己太热是有问题的，而是你开始觉得说，是不是对方没有接受到你的这么用心，或是这么有耐心，需要慢慢上来，或是没有体会到你的一点点慢慢的成长，或是你没有办法体会你看到了遥远的目标的这一个决心，因为那些都可能那些东西建立起来都需要时间。然后，虽然国王牌出现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点暗示，说有点热的太快，凉的太快，就是3分钟热度。可能在这种感觉，你可能也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这样子热情，可是别人却觉得你可能有点3分钟热度，可是你心里不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权杖国王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一种慢慢熬出成果的那一种有耐心的火焰。虽然国王牌比较像是一种烧得很快的烈火，知道吗？但是出现了权杖国王，反而让我发现你不是只是那一种快火的，你是慢慢熬的，可以大火、温火、中火，这样慢慢去把一个好的东西熬出来的人，慢慢去提炼一些好成果的人，你是有这样子的能力的人。而且你的世界也是非常相信这一件事情，要好结果就会需要相信，就是你心里是完全相信这一件事情的。然后到了这两张比较代表是说意识面、潜意识、明意识。就你的潜意识来说，明明这些我做的方法都是为了一些美好的结果而做的，没有问题啊。我是为了我们彼此的幸福而做的。可是你内心的狂热在外表表现出来却是比较冷漠啊。我大概知道，就是你外在表现的比较冷静了，所以可能
在过去的经验，你会发现，你内在的那个火焰没有拿出来的时候，可能别人都误会你是一个没有这么积极性，可能没那么够的人。可其实也许你就是知道你心里的那个火焰在燃烧，所以你感受到一份安心、安全感，对自己的信任，对未来慢慢走过去的那一个稳定度，你个人是明白，然后你的潜意识各方面也是非常明白的。你在这样子的内在素质组合下，你外在反而表现出来的够冷静，因为你对于自己的信任或整个情况的信任度是非常满的、很高级的。偏偏可能这件事情让你过往的经验，或是有些情况，或上一个经验造成了一些误会，所以这个对自己原本的价值观跟做事情的逻辑有点小小的问号，所以你才会来问这一题：是你现在适合恋爱吗？适合啊，我还不用看这2张牌，我觉得你适合啊。如果硬要吹毛求疵去讲一些你的缺点的话，可能就是你可能要多表达一下啦，不要冷冰冰死死的在那边不把这些表达出来。我甚至也没看到你那么渴望别人理解你耶，也就觉得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能做好这样。不过无论在哪一种关系里啊，我觉得都会回到这一个点，是要说出来。看你要说到几趴啦。我是觉得20-30%的说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是想法都要说得很满，因为他不太信任对方的理解能力，或是有时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他需要多说，他才能够确定自己说出来的是他内心想说的，这是一种。那你这一种也可能是所谓的不说出来，你觉得对方会理解，慢慢就会理解，也有可能是你本来就是所谓的语言表达能力、情感表达能力不是那么好，但你内在心里是非常，思维是非常清晰的，你可以跟自己对谈，然后是是非非，或是你自己都非常明白。可是你忽略了对方可能没有你那么明白啊，所以你可能要跟对方说。以你现在的心理素质、恋爱素质是可以恋爱，但你这一点要再注意一下。毕竟这可能是之前的关系失败，或是关系不够持续的问题，就是对方也有可能花了很多，他可能感受到你的热情，他也暗示了你能够告诉他多一点，因为每个人并不是什么神仙，或者没那么聪明到能在你的一举一动，或是你是行动派，他可能在你的行动派就能够归纳出，或是完全理解你内心的那一个澎湃。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外在的表现过冷而打消了那一个想象的念头，知道打消的念头是因为人会怕自己多想嘛，人也会害怕自己过度美化现在这个情况，因为那种虚幻感，人很怕自己想错。但也许你给的东西确实有让人家感受到你的稳定、跟你的热情、跟你的被信任感，有。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说出来，分享一下，跟对方讨论一下，互相交换一下对彼此的了解，做一个再肯定、再确定，也蛮好的是吧？目前这样子看起来，你可能少做了这一件事情外在方面，或是你认为应该不要把内心的狂热表现得这么 drama 或者什么太多，对你来讲你自己也不喜欢吧？所以你外在表现的一个是比较冷静的样子，对你来讲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好，这样感觉比较成熟、比较稳定。但其实这反而是开始造成误解的一个小小的芽它不要让它发芽成这么大的误解，就是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慢慢的变成是别人觉得你没兴趣，对吧？很多事情我没兴趣，我没心，我没有好奇，这样。其实如果你不是，你要表达出来甚至你要把你已经看到未来的那个方向，你已经慢慢在建立彼此关系的这一个步骤，小小的细节，当做闲聊告诉对方。还有你可能也要分享一下你心里对于那个美好结果的向往啊。你潜意识，你内在其实有常常在彼此的关系里面有达到某一些小小的小成就，譬如说
你们的对谈有一些欢乐的，你觉得开心，然后你可能也要把这个开心分享给他，让他知道说，其实我还蛮喜欢今天的聊天啊，蛮喜欢今天的话题啊，蛮喜欢你跟我分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讲一下嘛，把你心里的喜悦分享出去，也是很好的沟通方式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2张哈，这2张可能我看一下先讲这张好了。这张比较让我发现说，的确啦，它有点像你要把内在的那一个喜悦绽放出来，而不是就是放在心里。这里也要讲起来。然后这一个呢是，因为这一个位置比较像是这整副牌的功课在哪里，你该牺牲什么？所谓的功课就是你要挑战的，你需要学习的东西。然后给了钱币1的概念，比较像是说呢，你原本握在手上的，你原本握在手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你可能要分享出去了，不要握得那么紧，因为他可能分享出去的概念有非常多。一种就是送出去，还有一种分享出去就是大家平分，或者是一起来享受。对，这是你这趟的功课。也有一点也蛮呼应前面讲的，就是你内心的那一个狂热啊，你内心的那一个信心，各种好的东西，你要拿出来，对方才会知道。有的时候表达出来有点像炫耀，也没有关系，因为可能对方并不觉得那是一种炫耀，他可能觉得他有分享到你对于自己自我肯定的一种喜悦啊。有的时候2个人关系，不要太去设想对方会怎么思考你的表现，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也许你前某一种经验，第一次，比如说你第一次分享出你的成就，或者你做成某些目标的成果，结果你得到的第一个反应是别人觉得你炫耀，那可能只是某一次的经验是这样。而有些人的个性是乐于欣赏别人的，所以他对于别人在分享自己的成就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哇，我也可以乐在其中，我也想要达到这样子的喜悦状态，我也会向往，但我也想努力这样子。”别人会有一种很欣赏，因为有些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很欣赏别人的喜悦、别人的成就的，甚至感受不到那种炫耀感，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这样啊。那如果你觉得你喜欢分享你的成果、你的喜悦的时候，让你会觉得自在快乐，而且你有这一个人又是适合一个很棒的聆听者，一个分享者，那你们就是一个很适合，有某些程度上是很适合相处在一起的一种关系啊。基本上你个人来这一题来看你的什么恋爱品质，你现在这个数字好不好？现在适不适合恋爱？都是可以啦，而且跟你在一起其实算是蛮稳定的，只是可能对方你要让别人去多了解你内在的那一个富足感，你内在的好，而不要自己一个人埋头去努力，好像别人都然后就等着别人直接去接受你努力出来的结果。没有啊，因为过程也是很重要的，过程会让人别觉得有一种陪伴、归属跟随，还有一种紧密感。人跟人还是需要很多时间去培养那个关系，而这个培养这个关系有很多是沟通、分享，分享也是沟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有时候沟通的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是2个人思想上的碰撞，或是盲点，或是 bug。但是分享的时候不是，分享有的时候像是一种交换，你知道吗？交流。你丢出去，别人会丢话丢出去，丢来丢去的一种很好的，就这种很好的东西，这些都蛮好的。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位置是想说，因为这是功课嘛，那这是你学到了什么？我觉得你这一段，如果你能够再够理解我刚刚说所谓的我们内在被藏起来的东西，
你如果能够理解、学会了怎么把它拿出来之后，你会把那个它这个比较像是这些热啊，因为这些都很热了。你学会了这种分享，拿出来就是快乐。你得到的温暖会类似太阳、阳光普照的那一种热度，而那种热度不会让人只觉得说是啊好热好热，没有，它是一种喜悦，就是在冷漠的环境里，突然感受到阳光温暖的那一种喜悦，你知道吗？是这个程度的收获。然后也因为这样子，这一题也有在讨论一个所谓你在这里得到的谦虚点是什么，而这个点就表示说，也许啦，因为你对你自己的满意度实在太高了，所以有显露出一点太过自信、太过自满。但是当你发现你乐于拿出来给别人，让别人看到，也有适合被分享的人，懂得很喜欢欣赏你的人，或那种角度的人出现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在阳光底下的自己，怎么说？就是你在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并不是你是所谓的占上风，或是炫耀，或是一种姿态比较高的，不是。那可能就是原来你是这一个温暖的贡献者之一，对方也是，对方也会回馈你他的温暖，或是他内在的热情给你。那你们彼此的热情加成之后，原来这一个太阳的温暖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营造的，所以你也变成是太阳里的一份子。这个温暖的贡献者之一、付出者之一、生产者之一，而不是说我就是这个太阳，不是。这里可能学到的谦虚是这点。好，你不要把这整个关系里面最伟大的、最重要、责任感最大的这个都加在自己身上。也许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火焰，但是还是要有更多的分享因子在里面。而不是我做得很好，我给你们什么你们就拿什么吧，反正这些都是对你们好的，我都想过，我给你们就要什么就好了，我都为你们想好了。不是，这太过独断了，太过威严了。这说温暖的东西不需要这个东西。我相信你这个潜意识这张牌，你想给的不是这个东西啊，你想给的是一种大家欢乐在一起快乐的东西啊，圣杯10就是这个东西。你潜意识所要的目标是这个，所以我想你也不希望看到别人拿到你付出完的结果给他们东西，让他们会充满了疑惑。那些疑惑可能包括在我没有要这个啊，那你心里的疑惑出现就是可是这是对你很好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呢？不要出现这个东西。我们要从比较分享的角度去富足一份关系。所以如果你对于恋爱你个人的品质、个人的能力这方面你觉得现在你有一些怀疑的话，不过这一排有告诉你的答案是没关系，你缺少的可能就是把自己分享出去的这一个点啊，其实本质上你是没有问题的，你还蛮好的。多分享而不是多牺牲，对吧？不要走到牺牲那种概念，但是多乐于分享，把你内在的喜悦多乐于分享，而别人也会从中得到，你觉得别人会得到这种参与感，而且会认为他也是你快乐的一份子。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需要我再抽一张哈。好了，我再抽一张看看有没有缺少看到什么东西。一张就好了。好，是战车牌。战车牌通常给我的概念都是，战车牌有的时候它很直断的是在讲胜利啊，就是我们出征了胜利。但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解释，因为每次我看到这张牌都看到的是一种自我的武装，然后把一些内在的伤痕包起来。然后虽然表面上是一种光荣的回归，但是其实内在还有很多伤心嘛，藏在里面。所以
这张牌出来的话，告诉我说，没错，我还是觉得你藏起来内心的那些狂热，武装起来，不想被别人看到你内心那些澎湃要拿出来，因为穿盔甲的人太多了，国王有穿，战车也穿，那个武装感在这一个牌面上显得重了一点，把它拿掉，多把自己分享出去。有了这里是不要再用冷冰冰的方式去表现你了，好吗？好，那选到第2号的朋友大概就这样。我希望我能够对于你心里的探索有一些帮助，然后尽量不要从解牌里面只为了找到答案，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解牌的目的。我们这里的解牌目的是要在这么多的言语里面、词汇里面帮你探索，帮助你去探索你自己，而且是用很多不同的角度、立体的角度去想想自己现在这一份恋爱的数值是不是还在，然后多有品质或什么，都会在这些语汇里面帮你找到，帮你扫描过，好吗？然后你再自我探索，再好好的消化起来就可以了。好，这就是选到2的朋友，谢谢你来听。来，再来是选到第3张牌的朋友。好了，我们来直接翻。今天我用的是吊人牌阵来看看，因为吊人牌阵比较能够看到，比较能够扫描我们内在心理的状况哈。那抽5张牌，来哈，先来直接翻开来这5张牌。首先呢，我必须说哈，我们呢来解牌，我们是需要从各种角度去探索一下你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内心有非常多的盲点哈，然后牌面会有非常多的暗示，然后会从这些台面上的暗示去找到很多词汇上的灵感，然后我们来一起探索你的问题的各种角度，顺便扫描起来，让它更有立体感，好吗？我们先来看这个，那是所谓的潜意识牌。反而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快去解释潜意识牌。我觉得从这里牌，这2张牌哦，我从这边开始想一下，他这张牌是说你现在心里所仰赖的信仰跟各方面，你坚定你这些东西是什么？那回到现在这个题目，我们在讲的是说，你在想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恋爱的能力吗？各方面的，我想你可能更信仰在，你可能原本信仰的东西就是要努力获得收获啦。事情就是要努力获得收获，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顺序。那你可能也不太在乎这些努力跟受的伤，你觉得受的伤应该就是本来就该受伤。而是付出本来就很多劳累辛苦，本来就在里面的，不用抱怨。这是你原本信仰的一种人格品质的价值观之类的。然后第2张牌就是什么现在困扰着你？会不会你现在对于你原本所相信的价值观有别的东西冲击你了？不过这个部分也有一个角度，就是但是什么东西控制你了，但是你从中学到了一些智慧的领悟。这个我可能现在想不出来，对的，抱歉，不行，现在就要解释完，到明天这个灵感就没有了。好，我想想，我想啊，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现在会突然来问这个问题，会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想你可能对于你原本的思考的价值观有所怀疑了。
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经验让你开始怀疑说你的因为之前的经验用你原本的价值观来去判断说，可能有很多人指责你，或是告诉你你错了。然后也许在那个关系里面，你原本的想法确实是让你的位置觉得自己犯了错，所以到了这一张牌之后，你外在这个外在意识就表现出来了，就是你已经把自己捆绑住了。你发现你有很多方法都用不上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宝剑。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外在现在表现的是封闭起来的。这个封闭让你开始怀疑，你还有能力去拥有下一个恋爱吗？然后你的内在跟潜意识各方面其实还在轮转，在那个轮转的概念比较像是内心还在跟自己说，没有啊，我原本的价值观是对的，然后突然又再转回去说，好像又是错的，又是对的，又是错的，又是对的，这个心态这个概念在心里一直反反复复在换，突然肯定了又不肯定了，突然肯定了又不肯定了，这个节奏有点快。但是我想这可能问题也是出在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之后，你所有的感受跟思维都在只靠自己去消化，而且甚至这一个思维有一种随机性，它不是一个消化过程，它都已经是命运之轮，它就是一个轮盘，因为轮盘是很公平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分布的刚好的。我这边所得到的灵感就是，你让你的内在思维正在不同的价值观里随意的猜测、随意的思考，没有一个整合性。所以你现在在练，如果你这一题啦，你现在在思考恋爱的角度来说，你被置入了很多不同的价值观，然后你现在在选择或是随机的在审查。然后这一件事情反而让你原本相信的东西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你知道吗？因为教皇牌在这教皇牌出现，就是信仰感很重的一个牌物。他在乎的是你相信什么，你不相信什么。不过我用吊人牌出现的话，这个位置在讨论的是你的智慧去哪了。你在这题里面，你领悟了什么？所以我目前得到的是，你还在找到什么才是对的价值观的这一件，什么才是对的想法。你还在思考这个，这该怎么说？你还在思考，你到底该相信什么吧？因为你好像是相信了就会很信的那一种。而且战车牌让我发现，你之前相信的东西其实还蛮有用处的啊。而且那些东西也不是你随便相信的，而是你从很多经验里面、奋斗里面，也是从一些失败、挫折、成功经验互相交换出来的一个信仰。那为什么突然不好用了呢？你在这一个思维的困境里面，你现在先把自己封锁起来，你还在一点一点的分析中的，你还在分析吗？你还在理解中，在这个轮转里面理解中，而且这个思考的节奏太快了，因为命运之轮有一种加速的感觉，你内在停在了一个思考点里。困住了，其实算困住了。难怪你会突然来问这一题，现在还有恋爱的能力吗？这些的，来看，既然恶魔牌出现在第5，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在说，其实你现在最大的功课是什么？这个我等一下再看，就是你现在的功课是什么？恶魔牌哦，简单来说，它讲的就是所谓的感官的刺激，还有一些你受到的文化一些被捆绑的东西，这是最
基本的词汇出来。所以确实这一题比较像是你被某些原来的信仰捆绑了，而那信仰不是说宗教，而是你原本相信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从这里看的话，你可能现在在你的新的价值观进入了你的思维里，可能是从上一段的经验、之前的经验，而别人的价值观进来的时候是强而有力的在冲击你，甚至还慢慢的改变你原本相信的东西，但你还是坚信，还是想要坚持住你原本的相信的东西，你不想放掉，让别人的思维过来完全去替代你原本的。然后恶魔牌就出现了，他告诉我，你原本旧的思维可能就是束缚你的那一个东西。这里告诉我，告诉我你有点太相信你之前的胜利经验了，有点太相信你之前受到的挫折跟你之前努力所换来的成果的那一个喜悦，因为那个是你交换来的。如果现在因为别人的想法过来去替代你的，你会想说，那我之前的努力或是我之前奋斗的那一个经验算什么呢？去了哪里呢？你可能困在了这一个思维里，因为那个胜利的感受曾经让你觉得活着，而你现在捆绑住了，可能是之前的恋爱经验或什么，那个人对你的思维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当初你可能喜欢他，也可能是因为他各方面的思维跟你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你对他有很多的好奇，你也觉得太棒了，有这么特别的人。可是后来这些思维却反过来攻击你，因为他太特别了，跟你的实在太不一样了。所以等到这段关系结束之后，这些已经在你心里造成的思维攻击或者影响也还在里面，你没办法丢掉，因为它确确实实在你那个时候你有接受了，你也认同了。可是因为别种情愫，你想把它踢掉拿掉，可是心里又没有完全接受这一件事情，应该从你心里拿掉，所以你现在在内在对很多价值跟信仰在抗争中。我目前看到的是这个啦。我只能说最显性的就是你现在把自己封锁起来了，你原本会的东西或你相信的东西，你现在有点把它放在旁边，你先把自己先捆绑起来，因为它放在旁边的原因是因为你对这些东西开始有一些两相信，就是相信与不相信的快速的交换交替，这样就是一直处在一种突然相信又突然不相信，突然相信又突然就，因为这有点像是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地方又有用，有时候又没有用，有时候又没有。现在其实情况上是内在算是一种蛮混乱的了，所以你现在还适合恋爱吗？现在这情况其实我觉得你要先把你自己处理好因为你还没有从这个困境里解放出来，然后你内在对于很多事情还是不够肯定，比较像是把自己交出去，让事情随便发生的感觉。然后你内在有在依赖某一种看起来比较安全，但你也不太相信的一些价值观啦。但是那种价值观反而也许比较堕落，也许比较好用，但是其实它跟你原本的相信的价值观不太一样。就恶魔牌有这个暗示出来，就是所以它这一段呢，这里还有个牺牲的概念，就这一个牌在这个位置，你要牺牲掉这个束缚。我们要想一下现在可能因为它用牺牲嘛，就是现在可能让你觉得比较安心、比较稳定、比较能依赖的东西，你要去想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对你的现况是有帮助的。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安慰剂如果现在某些你依赖的东西是一种安慰的，只是为了安慰你治标不治本的东西，没办法直接彻底改变你内在本质的东西，但是只能让你发现你快速表面上的快乐、舒服这个东西，现在是你需要把它拿掉的，不然你会一直被困在这个里面，会越陷越深。然后命运之轮有一种内在轮转的娱乐感，你知道吗？它那种随机性什么的，那种让人有一种误会
各种多元性，误会其中的多元性跟丰富度，让你觉得满足，但其实不是啊。在这里出现这个命运在内在成为一种捆绑你自己的牌的时候，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它的随机性、轮转性、没有方向性，成为困扰的时候，其实是蛮累的。然后它又搭配了恶魔牌，我觉得你不能在一种价值观、内在价值观的混淆里，再困在那个里面去了。你要跳出来，然后因为你发现，你原本相信跟原本就是可能，我们就讲恋爱好了，你原本相信的爱情价值观跟你后来失败的爱情价值观混在一起了。因为你失败了，所以反而打击了你原本相信的那个关系。可是不要这样子想，因为那只是一个案例，让你现在觉得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也许下一个案例或另外一个案例才会发现说，哦，原来你只是适不适合别种人，另外一个人而已哦。你现在困在的是你被打击了，你可能也不太知道恋爱是什么了。不行哦，我觉得恶魔牌出现让我发现，你现在被某一种想不出来答案的问题困住了。所以的确你现在还是不太适合恋爱，但是你要努力跳出来一下，不要陷在这一个想法里。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是钱币宝。这比较有点像是在暗示你说你要去找点别的事情分析一下了。我觉得你可能要去多做一些我的直觉是你原本相信的东西啊，你再去多找一些认同，去跟别的人聊聊这一件事，你原本相信这个东西是不是本来你没有想错，只是在之前的经验或是上一段恋情的经验里，因为不适合而你误解成你原本的想法是不好的，或是你原本的做法是错的。当然其中也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但是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需要整个大翻盘大修正的。它比较这个牌让我提示我说，你要有点务实一点的去想想你原本相信的东西能发挥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不是处在现在这个困境里在犹豫需不需要整个更替掉，或是你需要把你原本的价值观或你的信仰先摧毁掉，换一个新的。好像不是这样，你应该去深究一下，再去更精致的思维。因为这个牌比较像是说我们对于某种我们热情的东西，我们让它升级，我们让它更专业化，更投入，更进去，更高人一等，更进阶。如果是这个牌在这里出现的话，然后它在这个牌阵里面出现的话，其实它在告诉你说，这个牌如何让你变得谦虚，如何让你突破难关。这个牌出现在这里，表示说这个功课做完之后呢，你获得了什么样子的反馈？你完成了这个功课之后，你得到了哪一种光明？对，比较像是说我们在一个黑暗里找到了那一扇窗，或是在洞穴的迷宫里面，终于选对了有光的有风进来那个出口。这张牌的意义在这里，所以它给了你这一个钱币包，大概知道说，不要为了其他的事情去改变你原本相信的事情，而是你应该要再去更专业，你原本相信的那一件价值观，或是去跟别人聊聊天，才发现说，原来很多人都认同你的价值观。我们要去把它发扬光大，不是说发扬光大了，我们要让你这个思维再更升级一点。再升到下一阶，知道吗？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摧毁的过程，前面这个是一个摧毁的过程，然后我们再重新组，才发现说，哎呀还不错，就是原来它有更好的可能性，而且你可能也会发现说，原来我相信的东西真的还蛮好的只是那个时机点、时间空间是错的，它让你自我怀疑了，然后一怀疑我们就捆绑自己了，对，因为这个可能冲击太大了。有些人需要去思考自己，需要很多天。也许你就是这样子，你需要捆绑自己，花很多时间去往内心去挖，才能够思索出来。但其实
牌面上告诉我你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我们要从洞穴里挖出另外一道光出来，另外一道光出来，然后出去，把那个光越挖越大，把原本相信的东西，把它再重新建立起来，建立的好一点。不要这样，不要在这里掉下去了，因为这边暗的东西太多了。好，然后再一张好了，我觉得这里还有这张牌，还有别的东西可以跟我说，看看他会给我什么。哎，好，有了。圣杯皇后是一个很好的水能量，他在告诉我说，你要顺着这个，不要硬凹，好吗？不要硬生生的凹，你要再柔软一点，再柔软一点。你这个困局困在一个盒子里，你知道吗？困在一个盒子里，四面墙上六面在那边撞来撞去，这里面撞来撞去这样。然后圣杯皇后比较像是说啊，你不要这样子，你那要有点柔软度了，像水一样，看到一些小缝隙，我们就这样滑出去了，滑出去找到好的路，慢慢的自然而然的找到那一个出口，找到那个路径出去，不要拘泥或是硬凹，一定要把比较硬的墙壁弄破啊，或是碰壁了，你就要把那壁撞破，不要去在某些思维里面去困在里面，一定要把它想出方法，不要，顺的想这里不行，我们就不要往这，不要顺的找到那个方向。对应到你原本相信的事情的话，在这题，我想他在告诉你的是，不要这么拘泥啦，你慢慢的让它在你内在消化，你看着它，让它在你内在消化升华，然后多去找到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可能就是去跟别人聊聊啊，去聊说你这样想好不好啊，而不是去跟别人聊的时候去确定我是不是对的。就是相较你之前的错误，或相较于别人觉得你错这件事情，再去审核一次你是不是对的，不要走这个方向，而是说我们听更多的声音，然后从这些声音里面去想说，其实我的价值观也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的柔软度，有一些空间可以发挥起来，而不是困在这一个局里，这个小小的盒子里发挥不起来，然后我就觉得一事无成，一败涂地。不是这样子，你这样子就会像恶魔牌一样被捆绑住在这里了。圣杯皇后给的不是这个，好吗？圣杯皇后比较像是你不要想说你拿一桶水然后往海边的沙子你这样子撒，或者你看那个海浪打上来的时候，它退去的时候，你看那个海浪的那个水在沙滩上，那天那个水像嘶的声音，他们都是从沙子里面窜下去了，很自然的上去，是没有规则，没有可是那一个温暖，那个柔软度，让人感到舒服，大概就是这样子。皇后给的启示跟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像沙一样，你想象那些海浪从沙里川流那种温暖跟让人感到平静的感觉。就这样咯，这一组的牌就这样，我大概帮你找到了这个方向。记得你要从这里脱困起来哦，从我们已经发现的问题面对起来，不要再困在里面了，好吗？那你的恋爱数值，我们再从这边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你就会恢复到那个你原本具有的恋爱能力了。不要灰心，就这样咯，谢谢。Hello， 来到了领取好运的时间，来抽三张牌，看你今天到底是领取到的是好运祝福还是谏言呢？来，3张，1、2、3 ，OK， 快说牌，赶快翻开，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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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好。这3张牌的顺序，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好，来的，今天这个是领取一个成果，你奋斗的成果，再告诉你说，你个人单打独斗之后，你会在非常艰难的环境，跟你这些辛苦之后，会有丰收的成果，而这个成果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这算是
今天算是领取成果，这不错。别被牌面上的这些恐怖的画面吓到，像这个没有，这个就比较像是说我们奋斗了之后，当然我们奋斗之间会有一些辛苦努力，这都是值得来得到后面的欢庆的收获，值得与其他人分享。今天领到的是幸运的成果吧，努力丰厚你应得的成果，就这样咯，谢谢，请领取。